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呢，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用的软件。上一期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在线绘制布光灯位的神器，我看到好多人收藏了，反响还不错，所以这一期就继续分享。今天分享的这个软件叫 Photo Sketcher， 它是一个可以把你的照片转化成素描，或者是水彩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效果吧。它的界面是这个样子的。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，我以前在公众号中分享过一个 SnapArt 的下载，它是 PS 里的一个滤镜插件，也是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。但是我现在经过试用之后，我更加推荐的其实是这款 Photo Sketcher。第一点 ，SnapArt 它需要破解，对于我们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麻烦。第二点就是 SnapArt 稍微有点大，安装起来当外挂滤镜，我觉得有点占空间。这个 Photo Sketcher 它的安装包才有10几兆，非常非常小巧。然后安装的话，你就直接在它的官网，你就直接搜 photosketcher.com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有一个 download， 点第一个就可以了。记住安装的时候，它里边没有简体中文的选项，你就默认选那个英文就行。它其实安装完就是这个中文的汉化的了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一下它是如何使用的。就是你首先点打开图像，我们再入一张图像，这个是原图吧，再入进来，它就可以直接去弹出这个绘画参数。如果你的这个绘画参数不小心被你关掉了，你就在编辑里边有一个绘画参数，快捷键是 F10，它就可以调出来了。这里边有很多的笔刷可以去试，比方说我们试一下油漆的效果，油漆、油画，然后点击绘制就可以，这是默认的效果啊。好，这个就是现在绘制完的，我感觉还挺好的，还挺真实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别的，这些效果你可以单独的去调，我在这里演示，我就不细调了。然后再试一个水彩吧，然后也是点绘制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绘制完的水彩效果了。但是现在有的人可能觉得它混合的太强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把颜色混合缩减一点。你看这里它是有一个预览框的，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缩小放大，我们可以看一个局部，就得知它的效果了。颜色混合，边线强度、效果强度可以给它拉小一点，如果你不想水彩的感觉太重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看这个预览里，这个效果是可以接受的，就点击绘制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挺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它还有更多，像什么素描，我们找一个素描吧，再试一下。好，这就是素描后的效果，但我觉得这个线太强了，我们就把边线强度给减弱一点，再绘制一下。这个效果我觉得非常非常真实，跟以前学素描的时候去临摹的一些作品差不多。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它还不足以完全取代 SnapArt， 但是呢，我发现了它一个非常非常中二的功能，我觉得用下来很有意思啊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你在渲染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暂停使用的。比方说我在这里找到一个像素画吧，我点绘制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中断进程，我如果点击一个中断进程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会显示是否中断当前进程。如果你点击确定，它就会把当前的这个画面去生成了一个随机的、不可控制的一个画面。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，就是如果你找一些别的特别的照片，比方说像建筑啊，比方说像本身就是抽象的照片了，你去使用这些参数的时候，使用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点一个中断，或者快捷键就是 ESC 键盘左上角的那个键，那它就可以在当前的画面随机去暂停。那它生成的这个画面我觉得也很有趣，没准也可以给你当素材。所以综合使用下来，我觉得这款软件真的比 SnapArt 要好很多。当然如果你喜欢 SnapArt， 也可以去我公众号里去搜一下下载，很容易找到的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干货就分享到这里吧，之后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用实用的软件，大家持续关注哦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记得给我点一个一键3连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
关注我，持续分享摄影干货。